人明明被揍得遍体鳞伤，可一旁被迫监刑的女孩却心慌的不行。只因看过原小说的她比谁都清楚，这副怯懦的模样都是她装出来的，只是为了让接下来的反杀时刻更加有趣。虽然在看小说时，男人的疯批属性全程都在贝利的 XP 上跳舞，但此时的贝利却只想原地去世。原来她穿到了男人被欺负的现场，还被迫成为了正在围观的恶毒女配。正当她的脑子嗡嗡作响时，身旁的蓝发少女却突然盯着她。乐斯哥哥，我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你说让这两个没见过面的人直接亲吻怎么样？少女的话音落下，为首的霸凌者勾起嘴角，饶有趣味的点点头。黛西，你的小主意真不错。贝利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两个人夹着胳膊推到男人的面前。看清眼前的银发少年后，贝利的全身都泛起了丝丝凉意。他是原书中最疯批的反派，也是结局最惨的男五亚瑟拉。书中爱而不得的他被女主钉在了十字架上，生生火刑了。乐斯哥哥，快让他们接吻！说完，黛西就朝着贝利的小腿狠狠踹去。吃痛的贝利双腿一软，便跪在了地上。随后，他的左右手被两个男人紧紧夹着，身后还有人用力推着他的脑袋。面前少年的情况也相同，只是没有人注意到他被几个男人按住后，唇瓣却似有若无的微微勾起，那抹扬起的弧度无声在表述他心情的愉悦。看清的贝利只觉得心脏狂跳。原书中男五极其喜欢扮弱，让所有人都肆无忌惮地对他释放出恶意，最后再把欺负过他的人都做成人质。看着面前极其安分的少女，黛西捂着嘴凑到他的耳边：“小八重，今天你怎么这么安静？是不是打心底里对和陌生人接吻这件事充满期待了呢？”闻言，贝利想死的心都有了。小八重，巴塞洛谋，自己传输的宿体居然是巴塞洛谋。这可是原书中的真千金恶毒女配，而她原书的结局就是被囚禁到狭小的铁笼中，笼子周围则是被种满了药水催熟的黑玫瑰。仅仅是睡一觉的功夫，带刺的藤蔓就会侵入笼中，将她折磨致死。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被按在地上的银发少年。不等他多想，脑后传来的力道却在渐渐加大，被迫逼近着全身颤抖的少年。虽然此时的他全身都在表达着拒绝，但贝利知道这都是他装出来的。而按照书中男五的尿性，此时他表演出抗拒的同时，一定会观察着自己有多嫌弃他。贝利必须让他知道自己和周围的傻帽不一样，不能抗拒，不能挣扎，更不能表现出一丁点厌恶。烛光摇曳下，两人渐渐逼近，在众人的压制下，贝利不可避免地吻上了少年冰凉但却柔软的薄唇，还尝到了他嘴里的一丝血腥味，喉结不自觉滚动，他睫毛上一颗细小的水珠颤动地坠下，周围静默了2秒，随后便发出一阵起痛的尖笑声，身后没了被压制的力量，他们紧贴的唇瓣分开了。贝利跌坐在地上，按照男五白切黑的属性，这会儿应该要揭开假面，然后面带残忍的笑容大开杀戒，但少年却仍然跪在地上，保持着刚刚的姿势没有变化，他微微歪着脑袋，脸上露出略微懵懂的神色。反杀啊，快反杀他们！贝利心中想象的画面并没有发生，一阵刺耳的哨声打断了周围人的嘲笑。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来这里？不好，巡逻官来了！刹那间，众人神色大变，他们慌忙地熄灭墙角的烛火，一股脑涌出了狭小的狱房。贝利听到巡逻官的字眼，正迟疑着要不要和这群人一起跑出狱房，身旁却突然有人凑近，蹲到床下，别出声。男孩的声音不流利，但听起来却很温柔。贝利鬼使神差地猫着身子躲到床下，接着一道昏黄的烛光透过铁门的窗口，照在地上的银发少年身上。巡逻官随意地看了一眼，确定房间里没有别人后就离开了。狱房再次变得没有一丝光源。贝利从床底钻了出来，凭借记忆伸手推了推铁门，铁门发出的哐当声无不再证明着什么，门被锁上了。贝利的话音已经落下有一会儿了，但黑暗中的少年却没有任何反应。察觉到不对劲的他伸手朝着前方摸了摸，却发现少年正跪在地上，双手仍然被反绑着，身体却在不断颤抖。难道还在演戏？贝利疑惑地皱皱眉。少年开始反复念着这个字，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恍惚了。贝利指尖朝上，触碰到他额头的时候，才发现他的体温已经比自己的掌心温度高得多。贝利在心中暗叫一声不好，连忙朝着铁床方向摸索，最终只摸到了一张又薄又破的被子。如果此时能和反派搞好关系，也许他能改变自己与对方惨死的下场。想到这里，贝利3、2下解开他手上的布条，又将少年进了水的衣服脱下，给他裹上那张又破又薄的被子。紧接着，贝利伸手朝下摸了摸少年的裤子，裤子倒还好，只是被水溅湿了一点点。昏迷中的少年忽然挣扎地护住他的裤子，不行！他小声地嘀咕着，柔弱不能自理的同时，又要誓死捍卫自己的清白。贝利一阵无语，但还是安抚似的保证道：“你放心，我不会脱你的裤子。”他将破被子又紧了紧，搀扶着少年，让他躺在床上。安抚好少年后，贝利又回去拿起他的上衣，将吸附在衣服上的水尽量匀出来，再将衣服晾晒在铁床床尾。回到少年的身旁，贝利伸手摸了摸他的手心，即使他的手已经接触过冰凉湿漉的衣服，但比起少年的手还是暖和许多。贝利只好无奈地爬上铁床，脊背靠着墙壁，伸手揽住少年，将他轻轻地扯进自己怀里，再扯过破被，将彼此包裹在被子里。一团冰块终于在贝利的作用下开始暖和，他僵直的身子渐渐放松，蜷缩着贴近温暖的怀抱。你救了我能为你做什么？闻言，贝利怔了怔。尽管反派现在演戏的成分依旧很大，但贝利还是不想错过这个报恩的机会。原书中，巴塞洛谋被关在荆棘监狱10年，最后才被带回到公爵宫殿。即使他的长相再如何惊艳，也改变不了当了10年臭虫的事实。所以别人都叫他小八虫。我没有朋友，你可以成为我的朋友吗？是那种可以互说心声的朋友。听到他的话，少年沉默了很久，最终才轻轻应了一声：“好，我答应你。”与此同时，黛西美美的洗了一个热水澡。即便是在荆棘监狱，贵族和平民的待遇也是不同的。被关押在这里的贵族，通常住的都是舒适的单间，如果金币得当，还可以挑选几个平民给自己当奴隶。在黛西看来，除了不能离开监狱，这里的生活和家里也没什么两样。小八
虫。黛西习惯地叫了一声，随后打开盒子，拿出一瓶玫瑰精油，将它涂抹在自己的身上。做完护肤后，黛西才满意地钻进被窝。她闭着眼哼着曲，丝毫没有注意到烛光照不到的角落里，有一双泛着猩红血色的眼睛正在盯着她。贝利再次睁眼时，鼻息间传来发烧的玫瑰精油香味。正当他疑惑为什么会有香气时，才发现怀里的亚瑟拉已经不在了。以为亚瑟拉滚到床下的他慌忙起身，脸却直接撞上一堵肉墙，他的唇瓣也碰到了柔软的墙，肉墙发出一声闷哼。没猜错的话，刚刚他们又亲上了。贝利实在想不通，这个反派大佬为什么要板板正正地跪在他面前？难道是在看他睡觉？可浴房里又没有光，怎么可能看得见？你饿了吗？少年温柔的气息蓦然侵入他的耳畔，没料到他会这样突然凑近，贝利吓了一跳，同时觉得耳朵很痒。黑暗中，少年将面包递到贝利手中，他捏了捏，竟发现这面包硬得像石头，隐隐还传来淡淡的馊味。你平时都是吃这个吗？没有别的了。黑暗中，少年想了好一会儿，幸运的话，晚上还有苹果。贝利无语了，感情这破监狱是一点荤都不给啊，也难为这家伙还能长身体。你不吃吗？少年的眉眼轻皱，贝利漠然地看着手里的硬面包，似乎每天的食物只有这一个。那他自己吃什么呢？你快吃吧，如果你想要食物的话，这里每天的面包和苹果都给你，都给自己吗？贝利愣了愣，心情复杂地捏了捏那块硬砖头。我们是朋友，我不会让朋友没有食物而死去。贝利微微蹙眉，不知道他现在又有多少盐的成分。不过他每天只能吃变质的面包却是事实。按照原书的故事线，男五是被女主苏珊娜误打误撞从荆棘监狱带走的。由于亚瑟拉只是男五，而女主还有其他4个男主要发展感情线，所以在把亚瑟拉带回宫殿后，他就开始忽视她了。这也导致了少年的心在无意中被伤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忍受不了的亚瑟拉，终于在苏珊娜面前展示了自己病态的一面，却被苏珊娜视作疯子钉在十字架上。火刑了！贝利抓着硬面包没有吃。当初看小说时那股愤愤不平的感觉再次涌现，贝利紧了紧拳头。现在没人能在他手中烧死亚瑟拉。没错，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应该一起分享这个面包。说着，他在手上施力，试图将手中的面包掰成2半，但任凭贝利如何使力，面包都完好如初。贝利尴尬地碰了碰少年的胳膊，将面包放在他的手中。我掰不动，要不你来试试？少年低声笑了笑，撕下一小片面包伸到他的嘴边。我喂你吃吧。面包的气味在鼻间蔓延，贝利身子顿了顿，反应过来时已经本能地张嘴吃下了到嘴的面包。也许是巴塞洛摩的身体几天没有进食，贝利完全不排斥变质面包。还要吗？他的语气轻快，听起来有一种因投喂而莫名产生的愉悦感。听着温润如水的声音，贝利开始思考故事线的进度。自己作为巴塞洛摩，迟早会回到康斯坦斯公爵的城堡，成为强势回归的千金。眼下想要拯救亚瑟拉，不如就趁他还没有遇到女主前就把他一起带走。如果最后亚瑟拉还是爱上了女主，那贝利帮他一起去攻略女主也不是不行。如果将来我可以离开荆棘监狱，你就跟我一起离开，好不好？离开？为什么要离开？我想带你去吃除了面包和苹果以外的食物，睡在更柔软的床榻上。说完，贝利满心期待地等着少年答复，但黑暗狭小的狱房却沉寂了许久。为什么要离开？离开荆棘监狱恐怕是这里的人都会想的事。贝利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问。黑暗中的少年低下了头。他们说我属于这里。贝利有些晕，他严重怀疑这反派还在跟他演。若是今天没能听到他想要的答案，那么这个话题就别想绕过去了。我们是朋友对吧？所以我不会把朋友留在监狱里。我想让你跟我走，可以吗？贝利看不见少年的表情，他只是猜测这样说。也许反派一个高兴就答应了。如果这是你的愿望，我答应你。黑暗中的铁床发出咯吱作响的声音，贝利扯了扯嘴角，果然，刚刚这家伙就是在和自己演戏。另一边，少校安斯埃尔敲响了荆棘监狱狱长办公室的门。尤利塞斯狱长正在听巡逻士官的汇报，似乎正在遭受着困惑。通常来说，他应该先等士官汇报完再说明情况的，但他手中的金色羽毛信件足以高于眼前的一切事物。尤利塞斯狱长，这是皇城送来的加急敕令。看到那封金语信，尤利塞斯连忙搁下一切，一脸恭敬地拆开信封查看。看完信件的尤利塞斯对士官说道：“国王陛下最近想找些乐子，所以今年的荆棘游戏要提前办。你马上去监狱里挑30个人，皇城的马车就快要到广场了。”接下命令的马洛士官并未着急离开，想了想，他还是迟疑地问道：“尤利塞斯狱长，那几个死掉的贵族要怎么处理？”死掉的贵族？少校安斯埃尔一脸错愕地看着他。是的，少校，有几个新来的贵族昨夜在各自的狱房中死。尤利塞斯无奈地解释，虽然这些贵族身体较弱，偶尔有1-2个承受不了监狱的环境去世是常有的事，可昨晚的那几个连心脏都被掏空了。尤利塞斯都不知道到时候要怎么和那些人的家族解释。车厢里，贝利浑浑噩噩地醒来，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对小反派循循善诱时，在这之后好像被迷晕带到了这个地方。他用力甩开自己脸上的头套，发现同样被绑着手脚戴着黑色头套的人还有10几个，而角落里那个瘦小的身影也在这里。突然，行驶的马车猛地向前一倾，紧接着车厢的门被人从外面打开，几个身披盔甲的男人举起盾牌猛然撞击车门。快下来，都快点下车！贝利战战巍巍地跟在亚瑟拉身后，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刚刚亚瑟拉似乎发出了短暂的低笑。众人随男人们进入一座欧式的古堡，里面长长的餐桌上摆放了各式精致甜点，还有很多新鲜的水果和面包。你们30个人都将参加国王陛下举办的荆棘游戏，作为参与者，这间屋子里的所有资源你们都可以享用。贝利听到荆棘游戏的瞬间，脑子嗡了一声。原书中确实提到过荆棘游戏，将一群人关在一起互相厮杀，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胜利者。这么残忍的游戏却深受王国和贵族的追捧。盔甲男人拿着羊皮纸宣读着众人名字，被点到名的人
人会被取下黑色的头套，解开绑住四肢的铁锁，获得自由。瓦伦丁，男人的声音沉寂很久，但还是没有人向前迈出一步。于是他提高声音，再次重复了一遍：瓦伦丁。等贝利回过神的时候，一抬眼就看见身旁的少年身体一动，向前迈了一步。瓦伦丁，他从未记得原书中亚瑟拉还有这么一个名字。少年手上和脚上的铁锁被解开，脑袋上的黑布带被人粗鲁地扯下，他的身影被带着微微一晃，银色的发丝凌乱地垂落。奥利弗，奥利弗。台阶上的男人再次重复，声音中满是不耐烦。突然，贝利的后腰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了推，脚步不由自主踉跄往前迈了一步。男人看了看羊皮纸，又再次抬眼：“你是奥利弗？”还没等贝利回答，身旁的少年便已经替他开口：“是的，他是奥利弗。”贝利算是明白了，就说怎么眼睛一睁一闭就从荆棘监狱跑到这来了，原来都是这个反派在背后搞的鬼。与此同时，身穿华丽礼服的贵族正聚集在一个宴会厅内，他们品尝着葡萄美酒，目光聚焦在悬浮大厅中央的巨大魔法幕布上，那里正投放着古堡里的一幕幕。人群被解开铁锁后涌入长桌，他们粗鲁地用手抓起美食放进嘴里，甚至为了争夺一份食物而大打出手，真是恶心的平民。有人轻笑着感慨，语气中带着不加掩饰的轻蔑。当被押送到此地的所有人被解去锁链，那些身披盔甲的男人一边走一边高声喝道：“荆棘游戏开始，规则很简单，那就是你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这栋房子。”话音落下，沉重的拱形门缓缓闭合，屋内的气氛瞬间陷入一片死寂。30人的目光从轻松一下变得戒备，餐桌前的人纷纷握紧了手上的刀叉。他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尴尬的气氛被一声不流利的话语打破，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朝着贝利所在的方向看了过来。贝利心想完蛋，下意识就抓住了男人的手。往往在这种时候，他只要表现出脆弱，就会被这些人变成第一道摆上餐桌的食物。你的手心居然是湿润的爱，仿佛感受不到空气中的剑拔弩张。少年微弱的声音夹杂着一抹笑意，贝利想死的心又有了。他此时已经不确定反派到底是搞不清楚状况还是故意的，不过后者的可能性更高。众人很快将亚瑟拉当成了众矢之的，当然看上去和少年交好的贝利也不能幸免于难。预感到即将变成第一道菜，贝利紧紧地握住亚瑟拉的手，心中不免想着：所以大佬，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切换大号？能不能在他们解决我们之前先把他们解决掉啊？结果少年却露出了恍然的神色，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挪动步子躲到贝利身后。你会丢下我吗？朋友，明白他并不想出手的贝利一阵头疼，拉着少年就往2楼跑去。身后的少年低声冷笑，随后吐出2个贝利听不懂的词汇。眼看2人跑上台阶，餐桌前一个略微高大的男人握紧手中的刀站了起来。霎时间，10几个人蜂拥而上，沿着盘旋的楼梯涌去。贝利拉着亚瑟拉顺利地躲进一间书房，他急切地催促亚瑟拉合力搬动柜子，可摆满书的书柜比想象中沉了万倍。就在这时，房门被一股大力撞开，没有任何的空隙，那些用来切面包和牛排的刀朝着距离他们更近的贝利挥去。贝利的瞳孔猛然收缩，这次死定了。这个念头出现的同时，身旁的少年将声色复杂的低语流利且快速地吐露出来。随后，涌入房中的人被一股无形的强大冲力推出了门外，重重地撞到了墙上，房门砰的一声关上。贝利感觉自己的手没怎么使力，就将书柜推动着将房门堵上了。贝利大口喘着粗气，他敢肯定刚刚明显是亚瑟拉出手了。贝利悄悄抬眼朝着身旁的少年看去，却惊讶地发现，平时与自己差不多高的少年居然高了许多，眼下需要仰视才能看见他的脸。在细碎的银白色发丝下，那光洁的额头竟然长出了带着尖刺的黑色羊角，羊角的形状和书房里的油画《天使与恶魔之战》中的恶魔的角惊人一致。皇城的宫殿中，国王坐在纯金雕刻的宝座上，慈父般看着身旁的黑发紫眸少年。亲爱的儿子，只需要一场游戏，边境被魔物摧毁的村庄就有了重建的资金，这是唯一一个能让所有贵族快乐且主动掏出金币的方法。少年冷哼一声，将您的宝座切下一条椅子腿，也能解决村庄的问题。国王笑着摇头，正要开口说什么，却被台下的一阵惊呼声打断。哦天哪！荆棘游戏不是只有平民才能参加吗？怎么会有一个杂种在里面？国王的目光移向魔法幕布，突然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因为游戏里出现了一个本应该被关在监狱中的身影。集合骑士团和红衣主教，立刻前往古堡，将那个少年抓起来。荆棘古堡的书房里，长出羊角的少年突然转头，露出诡异笑容的同时，一把掐住贝利的颈项，将他拉近。2人的距离缩短至几乎鼻尖相碰。男人红色的瞳孔映出他惊慌失措的模样。亚瑟拉，放开我！男人的身上渐渐浮现一片薄薄的黑雾，他将脸凑近他，吐出几个晦涩难懂的词语后，才将声音压低：小蝴蝶。游戏结束了，苍白的指节越收越紧，少女的脸渐渐变紫，呼吸很快变得艰难起来。下一秒，苍白指节中响起了骨头断裂的声音，她的身体像破布娃娃一样软软的倒下，失去了所有生气。男人缓步走下台阶，古堡大门被打开的同时，平民们本能的就冲向外面。与此同时，身披重甲的骑士团和红衣主教撞开他们走了进来。随着红衣主教念诵出一阵词汇，周围的一切支离破碎，像是一面被打碎了的镜子。男人的身体被不可抵抗的力量压制在地上，他的意识开始模糊。最终，少年被困在一个银质的铁笼里，铁笼的每一根栏杆上都刻有束缚恶魔的古老符文。皇城宫殿里的所有贵族都目睹了这一幕，全场鸦雀无声，皆是震惊的神色。很显然，骑士团和红衣主教大战小恶魔的戏码更有趣。荆棘游戏的胜利者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就在这时，一阵骚动在贵族中传开。天哪，她是巴塞洛谋，是我的女儿。
一瓜未平一瓜又起，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画面上。只见书房中原本死去的少女，身体开始逐渐变得透明化，最终化成了一只闪着蓝色翅膀的蝴蝶。你醒了，巴塞洛蒙小姐。温和的声音让贝利缓过神，华丽的帷幔后面走出一个身穿白袍的英俊男人。贝利动了动干涩的喉咙，却发现自己喉咙像是粘住了，发不出一丝声音。别说话，你的身体还很虚弱，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男人倾下身子，轻轻掀开他颈项上的绷带，细心地检查着贝利的伤口。就在这时，一位慈祥的中年妇人握住了贝利的手，眼中满是关切。妇人身旁站着一位眉目威严的男人，看到贝利愣愣地看着医生，他开口解释：“你在荆棘游戏中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我们请来了卡修斯医生，他是治愈方面的专家。”卡修斯医生。对上卡修斯的目光，贝利心里有些诧异。卡修斯不就是书中的吸血鬼男二号吗？区别于亚瑟拉的嗜血暴力，这个吸血鬼男二不仅外表温柔似水，心地也是表里如一的善良，同时也是个只食用动物血液的吸血鬼。已经检查完的卡修斯将他颈项上的绷带重新缠绕，随后微笑地将公爵夫妇邀至屋外。在所有人的身影消失后，贝利回忆起过去几天和亚瑟拉相处的种种细节，自认为言行举止没有任何一项触碰到他的禁忌。可为什么亚瑟拉却对他痛下杀手？也许那个人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疯子，不是轻易就能被谁拯救的。正郁闷着，一阵脚步传入贝利耳中。亲爱的，你感觉好些了吗？贝利蹙了一下眉，示意自己没事。虽然是初次见面，但眼下他们是他这个世界的父母却是事实。空气再次安静，站在一旁的公爵开始转移话题。苏珊娜是你的妹妹，平时这孩子很闹腾，今天却忽然害怕见你而躲了起来。贝利在心中暗暗想着，可能苏珊娜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姐姐，毕竟她是养女，而巴塞洛谋却是实打实的康斯坦斯家族的千金。按照原书的发展，巴塞洛谋回到康斯坦斯家族后，不仅不待见苏珊娜，甚至将她换作女仆般使唤，稍微哪里做不好就会迎来一顿鞭打。贝利轻轻晃晃头，接过家仆递上来的羊皮纸，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下一句话：不用在意，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公爵夫妇看见这句话时，心中的愧疚简直要把理智击溃。公爵夫人再也抑制不住泪水，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儿，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麻烦。看着眼前两位泪眼汪汪的陌生父母，贝利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就在这时，管家阿诺德着急的声音在屋外响起，说苏珊娜打碎水杯后跑走了。贝利有些庆幸苏珊娜搞出了这番动静，于是他抓住时机在纸上刷刷写下自己想睡一会儿。反应过来病人应该安心静养的公爵，懊恼地扶了扶自己的额头，亲爱的，你有任何需要就吩咐家仆就好。说完，他朝着贝利的额头轻轻留下一吻，又招来几个女仆仔细叮嘱了几句后，才随着管家离开。睡睡醒醒间，不知时间过去了多少年。这些时间里，贝利依旧没有见到原书中的女主苏珊娜，偶尔有女仆会主动的在她旁边聊天。二小姐已经提前出发去圣岛学院了，据说那里能享受到天堂般的待遇。是啊，苏珊娜小姐真幸运，这入学的机会原本应该是巴塞洛谋小姐的。突然空气变得安静，贝利有所察觉，不动声色地扫视了他们一眼。对于圣岛学院，他还是有印象的。他接收来自所有国家的贵族孩子，教授他们魔法、剑术以及礼仪，但即便是贵族，入院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每个家族只能有一个孩子进入圣岛学院，而按照规定，每一位前往圣岛学院的贵族最多也只允许带一位仆人服侍。所以讨好这位从天而降的巴塞洛谋小姐，成了康斯坦斯公爵家仆们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保不准什么时候他就能替代养女苏珊娜前往圣岛学院。在这之后又过了几日，在卡修斯医生的定期复查下，可以走动的贝利被女仆们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娃娃，只是身形还是有些消瘦。直到跟着康斯坦斯公爵一起坐上马车，贝利才知道马车的目的是皇城的宫殿，因为国王陛下不知什么原因召见他了。威严的宫殿中央坐着一个年迈的老人，他臃肿的身形外披着一条华丽的金色长袍。你就是康斯坦斯家族遗失的孩子，走近些，让我瞧瞧。贝利平静地抬头与之对视，不知为何他的心里忽然有些紧张，仿佛感受到了杀意。国王陛下，巴塞洛谋受了伤，还没有办法说话，请陛下见谅。康斯坦斯公爵向前一步，解释道：你女儿受伤的事我已经听说了，不过不用担心，圣岛学院的治愈是会帮助她恢复的。圣岛学院？贝利还没来得及疑惑，康斯坦斯公爵先一步开口：陛下，康斯坦斯家族对圣岛学院的名额已经使用了，当然别误会了，巴塞洛谋不是去入学的，而是去接受净化。毕竟曾与恶魔待在一个房间里，谁也不能保证他的灵魂不会受到污染。康斯坦斯公爵面露迟疑，眼中的不愿难以掩饰。许久，他才说出心中的顾虑。听说那个恶魔被关在了圣岛学院里。贝利很快反应过来，二人口中的恶魔说的就是亚瑟拉，而女主苏珊娜也在圣岛学院。他们二人的相遇地点不但从荆棘监狱变成了圣岛学院，就连相遇的时间也提前了。这和原书的发展并不相同。不必担心，他被关在了地下监禁室，有最优秀的骑士团和红衣主教把守。你的女儿再也不会受到恶魔的伤害。明明是说着安慰的话语，可国王的语言却夹杂着几分命令了。去吧，圣岛学院的马车已经在宫殿广场上等着了。贝利猛然地被带来，又猛然离开了宫殿，而现在他的脖子上还缠着绷带，甚至说不了话，也没有带任何的行李。贝利在心中叹了一口气，在康斯坦斯公爵充满不舍的眼光中，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裙子。康斯坦斯公爵顿了顿，随后给了贝利一个大大的拥抱。亲爱的，我也会想你的。贝利现在想抓狂了，放弃挣扎的他在和公爵道别后就钻进了马车。这马车里除了他，还坐着一个长相精致的少年。他闭着眼睛，双臂交叉，似乎已经进入了浅睡。通过观察他的外貌和衣着，贝利心中的猜测越来越强烈，这人明显就是书中的男一，圣托斯国度的王位继承者，也是女主苏珊娜的最终选择。希里尔。
埃尔维斯王子殿下。想到书中男一的坏脾气，贝利默默地往角落里挪了挪，尽量和他保持着距离。忽然，马车剧烈颠簸了一下，浅睡中的少年身子立然清醒。贝利下意识伸手扶了他一把，谁知指尖刚碰上他的肩膀，他的视线就对上一双透着冰冷的紫眸。埃里克，马车里的人是谁？马车外的人飞快且恭敬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少年的视线一直死死地盯着贝利，盯得贝利有些脑袋发麻，气氛再次变得沉默。不知过了多久，贝利被一阵海浪声惊扰，睁眼就发现他此时已经坐在船舱里。至于睡着期间是怎么挪过来的，贝利也不敢问。希里尔皱着眉，幽紫的目光落下远处一个白衣男人的身上，看着那身白袍，他认出了那是圣教院的人。圣教院的成员是各个国家派来驻守的能力强者。另一边的贝利也在环顾四周，心中难掩期待和好奇。巴塞洛谋小姐，男人的声音打断了贝利的思绪，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站在他身后了。我是圣教院的使者月，负责接您到治愈院的宿舍安顿，请跟我来。贝利听到他这样说，身旁的希里尔也没有出言反对的意思，只好点点头。圣岛学院坐落在岛屿最高处的山崖，可以俯瞰整个碧蓝的大海。此时广场和石阶上聚集着不少人，他们穿着浅亚麻色的希腊风格长袍，慵懒地在广场上嬉戏打闹，谈笑风生。贝利不动声色地跟在使者后面。突然，角落里的人群里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贝利抬眸穿过人群，却意外对上一道情绪强烈的视线。那人浅粉色的长发被海风吹开，瞳眸纯净如同林间小鹿的眼眸，搭配上那出众的容貌，贝利在心中飞快地肯定这位少女就是故事漩涡的中心苏珊娜。只不过此时此刻，这位原书女主看向他的目光，不知道为什么充满了恐惧。父亲母亲明明说过，即使姐姐回到了康斯坦斯家族，他们对我的爱意也不会改变，还有圣岛学院的名额也只会是我的。难道他们反悔了？贝利被带领着来到宿舍最顶楼的一间阁楼中，使者月耐心地解释，是因为学院里暂时没有空余的宿舍，才委屈他先住在阁楼里。贝利微笑着点点头，住在阁楼没什么不好的，紧凑蜗居感让他感觉很舒适。送走使者月后，不一会儿就有人将餐食和新衣服送到了房间。贝利看着白色内衬和全黑的裙子，这跟送东西的修女身上穿的一模一样。虽然有些疑惑，但贝利还是脱下繁琐的礼服，将黑裙子换上后坐到窗户边用餐。海浪撞击在礁石上发出悦耳的声音，还有一只海鸥在湖面上划过。尽管此时的他已经接受了现状，但还是想要找到可以回到现代的办法。圣岛学院的图书室里可能会有关于传送魔法的书籍，借助这次治疗的机会，他决定要找时间去一次。正思索着，门外传来了2声敲门声。贝利打开门，看见刚刚送来衣服和餐食的修女站在门口。他主动询问贝利有没有缺少什么物品，顺着又开始介绍圣岛学院的情况，包括阁楼房外的通道设有魔法锁。魔法锁？贝利故意露出惊讶疑惑的表情，示意修女朝着这个方向多说一些。是的，魔法锁虽然无法让你离开阁楼，但同时也能保护你不被伤害。贝利算是懂了，并不是圣岛学院里有送餐服务，而是他踏入阁楼的这一刻就已经被限制了自由。现在想要去借阅图书馆里的魔法书，就只能见机行事了。告别修女后，贝利将窗幔拉上，躺在舒适的床榻，闭上双眼补眠。梦中似乎有人俯身在他耳边低喃着什么，他感觉身上被冰凉的手腕缠绕，动作轻柔地划过他的脸颊，最后将指腹停留在他的唇。贝利想要起身，心跳猛然剧烈跳动，可却控制不了四肢，他软弱无力地像案板上的鱼，任由那双冰冷的手扣在自己的颈项。最后，那人轻轻地吻了他。贝利从睡梦中惊醒，拿起身边的枕头就往前方用力扔去，看到枕头落空，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住在圣岛学院里。贝利一整天都浑浑噩噩，不是站在窗前发呆，就是吃修女送来的餐食，直到夜晚再次袭来，他也只好爬上床榻，不知不觉间便又陷入了深深的梦境。噩梦再次来袭，他依旧无法从睡梦中醒来。这一次，贝利清晰地感觉到有人在紧紧拥抱他，其中的力道像是害怕失去，又像是想要将他拦腰斩断。不过与之前同样的是，那个人的身体依然冷得像冰块，仿佛能将他整个人冻成冰雕。最后，对方在他的唇瓣上停留了片刻。我做春梦了。贝利跌坐在地上，叫醒他的是门外的敲门声。说不上梦里的感觉是害怕还是什么，但此时身体的疼痛已经让他清醒过来。巴塞洛谋小姐，是时候进行治疗了。贝利听出那是使者月的声音，大喊让对方稍等一会儿。贝利快速压下心中的情绪，起身将修女的服饰穿戴整齐，然后跟着使者月离开了阁楼。一座威严的教堂内，3位红衣主教已经等候多时了。他们坐在椅子上低声交谈，直到2人的身影走近，他们才将目光落在少女身上。在使者月的指示下，少女屈膝跪在皮质软垫上，掌心相合，做出祈祷的模样。3位主教的脸上流露出显而易见的悲悯，但瞳孔深处却满是漠然。巴塞洛谋，圣教院会通过治愈之力帮你找回声音。随着话音落下，使者月从左侧主教的手中接过一瓶圣水，随后走下台阶来到少女身边。巴塞洛谋小姐，请喝下圣水。看着那瓶已经兑到脸上的圣水，贝利不禁咽了咽喉咙。他知道自己是来圣岛学院治疗的，却没想过治疗的手段是如此干脆利落。卡修斯医生之前给他治疗都是7天1疗程，一个疗程反复3遍以上。贝利自然而然也就觉得圣岛学院的进化没有个把月是完不成的。但现在开局就是3个圣教院大佬级别的主教，一副今夜就要把他治好的架势，难怪国王之前都没有通知让他带着行李。贝利在迟疑犹豫的情绪中还没反应过来，跪在皮质软垫上的身体却突然变得僵硬起来。他不受控制地张开了嘴。使者月垂眉避开少女的目光，一边保持着脸上的笑容，将圣水缓缓倒入她的口中。苦涩的液体顺着喉咙滑进脖颈，贝利想要吐出来，但身体像是被束缚住，无法动弹。冰冷的圣水不一会儿就变得像岩浆般滚烫。贝利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是觉得胃在一阵一阵翻涌。就在这时，贝利的身体恢复控制，他再也忍受不住，推开使者月就俯身呕吐起来。那无声无色的圣水再次被
吐出来时，已经变成了水墨般的黑色。黑色的液体在地面上发出腐蚀的滋滋声。没一会儿，一滴滴鲜红醒目的液体从他的口鼻滴落在地上。贝利感觉自己快死了。难道那瓶圣水是毒药？一想到圣教院的人就是这样对待送来这里的贵族小姐，贝利就感觉不寒而栗。教堂的钟声在黑夜中敲响，足足敲了12下。等贝利再次醒来时，已经回到了阁楼中。窗外的阳光很是刺眼，他清了清嗓子，惊喜地发现自己能够说话了。意识到是自己错怪了圣教院的高级魔法师，贝利唰地从床上坐起，对着空气虔诚地说了好几句抱歉。在激动之余，贝利的心情又立刻沉了下去。能说话就意味着他要离开圣岛学院了，而现在他还没有找到可以去图书馆的机会，寻找能够穿回去的办法。正难过时，走廊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靠近，阁楼房的房门被人猛地打开。来人正是修女丽莎，她激动地望着贝利喊道：“你知道吗？刚刚我上楼的时候，魔法锁居然消失了。原本我还在担心你出事，好在什么也没发生。也许是我的声音已经恢复如初，也意味着我即将离开圣岛学院了，所以使者月才会撤去魔法锁。”闻言，丽莎愣了一瞬，脸上浮起一丝丝不舍。明明他们才刚熟络起来。丽莎，有个地方我一直想去看看，趁我还没离开，一会儿带我去吧。随后，贝利将自己想去图书馆的想法和丽莎阐述。贝利稍微收拾了一下，就和丽莎一起离开了阁楼。能交到一个平易近人的贵族小姐做朋友，尽管贝利的性格有些冷淡，但丽莎还是很开心。注意到今天的人比平时少得多，贝利好奇地询问丽莎原因。原来今天是圣岛学院1月1日的休息天，学子们基本上都通过传送阵到达附近的洛迪亚堡，购买圣岛学院没有的东西。身边的少女听完，一脸平淡。不知不觉间，两人就走到了圣岛学院图书楼。贝利在丽莎的带领下，很自然地走进了图书楼。图书楼一共有3层，丽莎压低声音说：“只在1楼看看就好。”言外之意就是他们没有去2、3层的资格。贝利点了点头，随后将1楼的书类大致看了一遍，然而摆放的只有一些消遣的故事书。贝利正想着用什么借口和丽莎分离一会儿，好让她偷偷上2楼查阅别的书籍。突然，丽莎遇上了一个肥胖的男人，两人似长久不见的朋友，聊得热络。贝利趁此机会放轻脚步走向2楼，刚一转角，抬眼就看见一个身穿长袍的老者坐在门口。贝利脚步一顿，但老者只是看看他，并未多说什么。见此，贝利无视老者的视线，径直朝着门内走去。见他从眼前走过，守门的老者也不阻拦，像是看好戏般将目光锁定在他身上。很快，咚的一声，身穿修女服的少女撞上一堵透明的墙。贝利吃痛，闷哼一声后抬手捂住了额头。与此同时，后方传来老者毫不掩饰的嘲笑：“新来的修女，2楼只对学子开放。”贝利没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原来这人刚刚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但却没明说。看到贝利黑白相间的帽巾下露出一段金黄色的头发，老者浑浊的双眼骤然睁开。“喂，修女，如果你对魔法感兴趣的话，我那里倒是有一些收藏的魔法书，卷轴就在我住的地方，你可以今天晚上过来。”老者的话音还没落下，下一秒就感觉脖梗仿佛被猛然掐住，一股诡异的力量遏制着他的呼吸。老者慌张地抓挠着自己的脖子，那力道将他缓缓提起，整个身体正在离开椅子。而就在这时，楼梯口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贝利只感觉一阵恍惚，刚回神就听到砰的一声，前一秒还在说话的老者，下一秒就跌落在地上，发出痛苦的惨叫声。不一会，2道人影就出现在2层图书室的门口。走在前面的少年冷冷地看着地上的老者，而他身后跟着的就是巴塞洛谋的妹妹苏珊娜。他立马上前温柔地替老者检查了一番，发现没有致命伤，才轻轻松了一口气。希里尔颔首，这才将目光放在一旁的贝利身上。发生了什么？贝利看着地上颤抖不止的老者，连连摇头。苏珊娜听到2人的对话，顺着声音看去，这才看到身穿修女服的巴塞洛谋。她忍不住倒吸一口气，极快地收敛脸上惊慌失措的神情。苏珊娜在心中反复祈祷着对方没看见自己，快点走开。而地上颤抖的老者却突然抓住了她的手腕，将她的身体直直扯到自己嘴边，用着彼此才能听到的声音道：“他是怪物。”刚说完，老者就彻底失去了意识。希里尔轻声叹气，随后蹲下身子将老者背在身上。“真麻烦，我先带他去一趟治愈院，我和你一起去。”苏珊娜飞快地补了一句，她可不想和随时可以替代自己的姐姐待在一起。可还没等她迈出步伐，一道清冷的声音便叫住了她：“苏珊娜。”闻言，苏珊娜愣在了原地。难道她是准备开始为难自己了吗？但贝利只是微笑着指了指2楼图书馆，扯唇努力地露出一个自认为还算友善的笑容：“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进去看看？”图书楼2层都是深奥的魔法书，苏珊娜的目光有些闪躲，怯生不敢直视贝利的眼睛。“这不重要，我只是想进去看看，并没有其他意思。”听到巴塞洛谋的话，苏珊娜脸色不太好，仿佛对这位陌生姐姐接触魔法知识有些抗拒。苏珊娜下意识抬头看向希里尔，似乎是希望希里尔能说点什么够替她解围。可惜希里尔并没有看向她。“你们聊，我先带她走了。”苏珊娜眼中闪过一抹失望，她抿了抿唇，有些为难的开口：“进2层需要出示学院徽章。”说着，她缓缓从怀中取出一枚黑色徽章，将它递在巴塞洛谋手中，难以启齿道：“巴塞洛谋姐姐，你用完之后能还给我吗？”贝利立马不客气拿过徽章：“当然，我用好，今天就要回圣托斯了。”苏珊娜瞬间由错愕转变成难以掩饰的惊喜，似乎意识到不妥，很快又被他压制下去。“那我先走了，巴塞洛谋姐姐。”苏珊娜朝巴塞洛谋摆了摆手，开心地转身离开。此刻，贝利顺利走进了2楼的图书室，四周的墙壁上悬挂着几枚荧光晶石，散发着柔和的光，空气中散发着羊皮纸特有的气息。沿着中间的过道，走过一排排书架，直到标注的传送魔法字样的位置，贝利才停了下来。这个书架上的书都很老旧，每一层书架上面只放了少量的书籍。贝利将中阶传送魔法书飞快翻了2页，书中的内容和他穿回原世界毫无关联。他将目光锁定在书架最上方的高阶传送魔法书，这时书本却自动缓缓飘了下来。贝利疑惑地伸手抓住那本书，余光
光瞥见一个身影，只见西里尔王子殿下正面无表情的在书架侧面按了按，又一本书缓缓飘下来。西里尔将那本书抓在手里，开口：“高阶传送魔法，你看这个干什么？”“我只是好奇。”贝利略微疑惑的走到西里尔身旁，仔细观察他刚才按过的地方，才发现在书架的侧面刻画着小格子，显然对应着书架的横竖排列。反应过来的贝利连忙伸手将顶层的几本高阶传送魔法书都按了一遍。哈，果然。贝利扯唇一笑，见西里尔仍看着他，才又补充了一句：“其实我对传送魔法是很感兴趣的。”西里尔冷笑一声：“初级传送魔法是最基础的传送魔法，不需要像中阶或是高阶传送魔法书来搭建法阵，所以适合用来短距离送信或者传递物品。而高阶传送魔法可以用来传送活人，不仅消耗巨大，而且一旦失败会被扭曲的魔力撕成碎片。”瞥了一眼面前悬浮的几本高阶传送魔法书，巴塞洛谋，你有初级传送魔法的基础吗？别说初级传送魔法的口诀和咒语，你连魔力的使用和控制都根本不会。他俯身凑到巴塞洛谋的身侧，压低声音：“不管你的计划是什么，不要浪费时间了，趁还没有人发现你的异常，赶紧回圣托斯去。”他说的很直接，语气甚至有些不耐烦，似乎巴塞洛谋在他眼里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听完西里尔的话，贝利脸上浮起一抹狐疑的表情，不知道什么原因，苏珊娜隐隐抗拒他接触魔法知识。西里尔在此之前没有这个想法，送老者去一趟治愈院后也和苏珊娜相同。难道是苏珊娜对他说了什么？还有他说的异常是指什么？会不会是指他占据了巴塞洛谋的躯体？这个念头很快就被他否定。巴塞洛谋流落在荆棘监狱这么多年，没人会发现他性格大变，包括巴塞洛谋的亲生父母，更别提尊贵的圣托斯王子。所以他说的异常不应该指这方面。但是贝利没有时间细想了，比起花心思去推测西里尔谜语般的对话，将精力花在查找有用的传送魔法显然更为重要。所以，好的殿下，贝利将书累叠放在一旁，席地而坐，翻开枫页，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书上。看到他毫不在意的反应，西里尔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拿着手里的魔法书翻看起来。两人相隔1米，没人再说话，渐渐的只剩下翻书的沙沙声。贝利先看一遍目录，再快速浏览到有关联内容。不花多少时间，越来越多的高阶传送魔法书被他看完。西里尔坐在旁边，很快反应过来，他不是固执的企图挑战高阶传送魔法，而是在找某样东西。而且从他的表情来看，这个东西他没找到。巴塞洛谋他郑重地走到西里尔身前，西里尔王子殿下，趁着现在还有些时间，能不能告诉我进入图书室3层需要什么物品？西里尔抬起头望向没有台阶的天花板，我在圣岛学院待了4年，还没找到上楼的方法，至今也没人开启过3层。如果是这样，那确实有点可惜。贝利的声音很轻，两人一前一后走下了楼梯，走出图书馆。此时傍晚的天空染上淡淡的粉紫色晚霞，海水也随之变得柔和，仿佛披着一层珠光薄纱。洛蒂亚岛游玩的学子，有的在海边散步，有的在沙滩上享用美食，仿佛梦幻的伊甸园。贝利将苏珊娜的学院徽章递给西里尔，西里尔看着递来的徽章，我今天才收到与苏珊娜小姐组队作业的通知，其实关系并不熟悉。在贝利看来，苏珊娜和西里尔早晚要结婚，所以在他眼中这两人已经是老夫老妻了。于是将徽章又朝西里尔伸了伸，比起我这个姐姐苏珊娜看到殿下想必会更高兴。西里尔眼眸微动，接过徽章没再说什么。两人简单道别后转身离开。这时远处的骑士走过来，殿下，国王陛下为殿下安排了今天晚上回圣托斯的渡船，不去这学年的课业才刚刚开始，我很忙。你回信给父亲说又想举办什么无聊的活动的话，也先等我结课后再说吧。殿下误会了，不是举办活动，是圣托斯派驻到圣岛学院的红衣主教，陛下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今天寻找了一遍后，发现消失的除了3位红衣主教，还有一个使者。现在消息封锁，暂时还没传开。听到这话，西里尔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别说圣教院的使者都是各个国家的魔力突出的能力者，红衣主教更是魔力的顶尖代表。要是他们能在圣岛学院里失踪，那只能说明学院里混入了什么恐怖的存在。西里尔神色凝重，失踪多久了？他们最后见的人是谁？一天已经安排骑士团的人秘密寻找了。国王陛下很担心殿下，希望殿下能乘坐今晚的渡船暂时离开圣岛学院。此时的贝利已经走出很远的距离，但是后方两人的低语他还是听得一清二楚。自从去教堂喝了一瓶圣水，经历了一次治愈净化后，贝利就感受到了身体难以忽视的变化。难道圣水激发了巴塞洛谋身体的潜能？这方面贝利虽然心有疑惑，这4个人难道对应的是昨夜为他治好喉咙的3位主教和使者月吗？想到这，贝利有些不安。回到阁楼房，等到天色完全黑了，丽莎才送来晚餐。贝利接过餐篮后开始吃起来，结果每一样食物的味道都很怪，炖汤太咸，面包烤得太苦，咸香风味的煎香肠竟然加了醋。贝利吃了2口，默默吃起了餐后的水果。他将视线放在丽莎身上，丽莎失魂落魄地望向窗外，状态很不对劲，与早晨充满活力的模样完全不同。丽莎像是没听见，整个人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他盯着丽莎的背影看了一会儿，丽莎肩膀一颤，像是受到惊吓一般转过头。抱歉，我有点走神，请问有什么事？看到她的脸，贝利心中有些惊讶。丽莎的眼睛红彤彤的，有扑过的痕迹。她双臂环胸，指尖控制不住的微微颤抖，看起来像是在害怕什么。丽莎，你看起来不太好，发生什么事？丽莎肩膀一顿，放下环于胸口的胳膊。我很好，一点事也没有。嘴角虽然扬起，却是比哭还难看的僵硬笑容。见她不想说，贝利只好收回目光。丽莎，你也累了，回去休息吧。丽莎点了点头，拿起餐篮，沉默的转身离开。梳洗过后，她躺到床上，本以为会思绪纷杂，难以入眠，但闭上眼睛没多久就进入了梦境。梦中她也
躺在床上，忽然出现了一个蓝绿色光团将他包裹起来。等再次睁开眼，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当然，这里的陌生指的不是地点，因为他仍在圣岛学院的阁楼房内。陌生指的是空间的异样。从巨大的落地窗向上望去，夜幕中每一颗星辰像在燃烧般闪耀，整片星空仿佛被神奇之手分割成不规则的几块。星星在不同区块内被缓缓搅动似的旋转，变成几团漩涡状的紫蓝色星云。月亮也融化了，变成一条条波动的黄色彩带胡乱缠绕，陌生而美丽，混乱又和谐。缓缓打开阁楼房的房门，映入眼帘的不再是向下的楼道，而是一条长得看不到尽头且十分陈旧的走廊。走廊两侧整齐排列着无数扇门，每个门的形状和材质都不同，而且门上都挂着牌子。贝利立马回头看了看阁楼房的房门，上面同样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名字巴塞洛谋。康斯坦斯。贝利沿着走廊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只走了一小段距离，他就停了下来，目光定格在一扇门的牌子上，一个熟悉的名字——丽莎·弗兰。贝利轻轻地推开了那扇门，眼前的场景瞬间变化，一座华丽的城堡映入眼帘，装饰着无数的彩带和花环。一场盛大的婚礼正在进行，新娘是丽莎，身旁的新郎带着温柔的微笑凝视着她。新郎的身影有些熟悉，贝利走近了些，才认出新郎是使者月。丽莎和使者月正在交换誓言，随后两人额头相碰，亲密地吻了吻对方。贝利看到丽莎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仿佛此刻是他的人生中最为开心的时刻。众人鼓掌，将美好的祝福送给这对新人。站台上的丽莎忽然朝贝利投来目光：“巴塞洛谋，亲爱的朋友，要接住我的捧花呀！”丽莎笑着，声音中充满了喜悦。贝利还没搞清楚眼下是什么情况，听到丽莎的话后，他微微一愣，然后一束用白纱装饰的捧花抛了出来，捧花划过空中，贝利本能地伸手去接，捧花落进他怀里，但却感觉异常的沉重，像实心的皮球。贝利低头一看，捧花的鲜花中装饰着一颗人类头颅，在婚礼殿堂的光线照耀下，捧花中的头颅呈现着诡异而苍白死灰的颜色，头颅脸上的表情痛苦扭曲。贝利下意识觉得捧花里头颅的头发有些熟悉，他应该在圣岛学院里见过，但是一瞬间他的心跳似乎停止，恐惧从脚底蔓延至全身。贝利尖叫了一声，将手中的捧花远远抛开，那股寒气和惊悚的触感仍然似有若无缠在他的指尖。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他转身猛地拉开那道门，头也不回地逃离那间屋子，回到走廊。贝利背靠在冰冷的走廊墙上，心跳仍在狂跳不已。他深呼吸过了许久，才渐渐缓过劲来。难道这扇门后是丽莎的梦，而他现在能通过走廊中的每一扇门去到别人的梦境中？带着这样的猜测，贝利摸了摸额头薄薄的冷汗，深吸了口气，继续向前走去。他在看不到尽头的长廊里走着，一边走一边观察门上挂着的牌子。很快，贝利再次停留在另一扇门前，这次门上的牌子写着图书楼一层。没有谁的名字会叫图书楼一层，所以这条长廊除了去往他人的梦境，竟还能到其他有门的空间。他心里腾起惊喜的情绪，这种情绪将先前的恐惧覆盖，带着某种大胆的猜测。贝利连忙打开门走了进去，眼前的景象与现实中的图书楼一层的场景一模一样，只是上到2层的楼梯消失了。猜想得到证实，贝利很快从这扇门里退了出来，脚步不禁加快，视线在左右两侧快速扫过。没过多久，他找到了牌子刻着图书楼2层名字的门。贝利推门看了一眼，果然看到一模一样的书架，熟悉的书籍的香味与木质气味交织在空气中。合上手里的门，他步履加快，感觉离3层越来越近了。突然，他的视野中出现一道奇怪的门，它与周围的木门形成鲜明对比。那扇门呈现出一种深邃的黑色，似乎有一股黑暗阴冷的气息正从门缝里渗出来，就像是专门为他而做似的，散发着吸引人的气息。贝利只看了一眼，立刻被那扇门吸引住。他停下脚步，仔细观察，发现门上并没有挂任何牌子，没有门框，没有锁，只是简单的一整块黑色的墙，如同深渊裂缝，深不见底，有种强烈的感觉像在召唤他走过去。他伸出手刚触摸到那扇门，下一秒他感觉眼前的景象陡然旋转起来。当眩晕感和失重感退去时，他发觉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周围一片黑暗，带着一股潮湿阴冷的气息，一团火光隐隐绰绰，有人在交谈着什么。我身上没带食物，只有一颗糖给你，你冷不冷？身上有没有伤口？谢谢。一个少女的声音，另一个是少年的声音，两个人在交谈着，声音听起来有种熟悉感。少女似乎有些忧心，我的仆人犯错被关起来了，我担心他晚上饿肚子受寒生病，所以把带来的食物和衣服都给他了。没关系，因为我的朋友来找我了。你的朋友在哪？在我手里。那团火光瞬间朝他逼近，晃得他眼睛色疼。少女惊讶的一声，原来你说的朋友是一只蝴蝶啊！贝利朝那团光看去，看到一道熟悉的粉色身影，清透如鹿眼的瞳仁视线垂下，正好奇地看着他，冰冷的手轻轻抚在贝利的脊背。少年发出短暂的低笑，目光从掌心的蝴蝶移到少年身上。苏珊娜没有参观荆棘游戏的资格，所以也不知道眼前的少年是什么来路，只觉得他看上去是那样的瘦弱。他没有食物，甚至连朋友也只是一只蝴蝶。迟疑的间隙，他的眼中浮起一抹同情。他没有人的感情，没有表情，更不会说话，只是一只蝴蝶。然后呢？魔力点燃的火光照亮了周围。等眼睛彻底适应光亮之后，他看到这间阴暗的房间里有2个人，一个在笼子里，一个在笼子外。抚在他脊背的那只手冷得像冰雕。少年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仿佛一阵电流从头顶滚到脚心。贝利用力地挣扎着，翅膀扇动，从他瘦削的指尖挣脱了出来，然后逃亡似的飞到苏珊娜的手里。后者也吓了一跳，慌忙张开手掌，手里的糖果掉落在地。蝴蝶没有飞走，只是静静地停在苏珊娜的掌心，仿佛这才是安全的区域。他好像不怕我。苏珊娜抬起手，目光有些不可思议。贝利总算看清了少年的长相，身上的衣服又破又脏，一头银色长发不知道被谁剪得短短的，一根锁链从他双手手腕里延伸出来，另一头死死焊在他脚下的银质笼子上。他脸色苍白，明显比在荆棘监狱那时候还要消瘦。他现在已经是皮囊包裹着骨头，
突然，苏珊娜手里的那光团熄灭了，黑暗将所有人吞噬。察觉到情况不对，贝利率先扇动翅膀往苏珊娜的身后飞去，但不论他如何努力扇动翅膀，身体却还是停在了半空。空气中似乎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把他牢牢地禁锢在了空中，然后缓缓向后拖拽。交谈因为光团的消失而停止。片刻之后，火光再一次亮起。苏珊娜刚将光团重新召唤出来，就看到蝴蝶瞬间从半空中跌落，掉进笼子里。贝利感觉自己再次落入了一双冰凉的掌心里，他的脑袋被按着，身体被揉了揉，蓝绿色的翅膀像要被折碎了似的。请离开这里吧，如果被人发现，受到可怕的惩罚。苏珊娜想起什么，只见一顿眼中闪过一丝落寞。她看了一眼他，又看了一眼蝴蝶，妥协的点点头。苏珊娜离开后，四周又变得一片漆黑。亚瑟拉抱着蝴蝶，沉默地坐在原地，像一尊融于黑暗的雕塑。我等你很久了，朋友。亚瑟拉忽然开口，我以为你不会来找我了。冰冷的指尖勾起一缕银灰色头发，黑暗中一片寂静，没得到回应。他结语微顿，又问：你是来找我的吗？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闪蓝绿色翅膀的蝴蝶眨眼间变成银灰发红眼眸的少女，被亚瑟拉抱在怀里。贝利的心脏没来由抽了抽，他虚脱无力，好半天才发出声音：不是。亚瑟拉愣了一下，随即他低下头，沉默地注视着怀里语气生硬的少女。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他不解的喃喃，语气逐渐变得黯然。我们不是朋友吗？贝利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我这段时间很忙，在治疗。你要是问为什么治疗，是的，那是因为你先前拧断了我的脖子。你的脖子被我拧断了。难以置信的声音从他口中发出，字句间带着颤抖。贝利没好气地嗯了一声，下一秒有人抚上他的脖颈，动作很轻柔，让他感觉到了一阵绵麻的痒，那是皮肤在触碰时产生的反应。是我做的吗？他的语气有些迷茫，像是难以置信一般，手掌在轻轻地颤抖。是我不好，我不该这样做，我不知道。黑漆漆的牢笼里，他的语气十分焦急，声音听起来仿佛快要哭出来。海眼贝利刚感到略微不适，听到他的话又在心中腹诽起来，露出看穿一切的表情。少年情绪似乎有些崩溃，铁链传出一阵哗哗声，他抬起右手抓着脑袋，面部轮廓显得有些扭曲，唯有那双金眸空洞无神。片刻后，一滴泪水落在他脸上。对不起，我不知道，对不起。他抽泣着把头埋入了他的脖颈，他的身体很冷，泪水也是冰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伤到你。此刻的少年脆弱的如同玻璃，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使他破碎。贝利惊诧，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迟疑地伸出手，思索片刻后，还是抱住了少年。瘦削的触感像是抱着一副骨架，他甚至不敢施力。先别说话。贝利将声音缓回来，他的手轻拍着少年的背，让他将崩溃的情绪平复下来。感受着身前的温度，少年从抽泣变成哽咽，呼吸也逐渐变得平稳。泪水停止后，他像是做了错事的孩子，不安的沉默，着手紧紧地抓着贝利的裙角，等待他的责备。许多问题在贝利脑海中打转，但最先问出口的还是：你太瘦了，这里怎么比经济监狱还吝啬？连面包都不能吃吗？闻言，少年低埋脑袋动了动，冰凉的额头贴在他的颈窝。他们将我关在这里之后，就将我遗忘了。声音有些沉闷，少年断断续续地说：这里也暂时出不去。不过刚才那个女孩说，明天会带食物和保暖的衣服过来。从蝴蝶形态变回人形态，贝利的身体逐渐适应，也开始能使上力气。他松开亚瑟拉，坐了起来，循着刚才的记忆在地面摸索了一阵，很快找到苏珊娜刚才掉落到地上的糖果。贝利将糖果放到亚瑟拉手里，这有颗糖，你吃吧。一阵铁链声后，那颗糖果又回到贝利手中。不吃也没关系，我吃不吃都行。贝利也不和他上演谦让美德，他两三下将糖纸拨开，再伸手摸索少年嘴的位置，然后二话不说直接将糖果塞了进去。少年含着糖没说话，黑暗的牢笼陷入片刻沉默。贝利也没有说话，他在思考着如何离开这间房，最好回到走廊去。他还想在走廊找到图书楼3层的门。刚才苏珊娜用魔法光团照亮整个室内时，他的身后就是一扇门，所以只要变回蝴蝶的形态，从银质牢笼的缝隙间穿过那扇门，就能回到走廊了吧。贝利也不敢确定，毕竟他现在连怎么变成蝴蝶形态都不知道。贝利闭上眼，在心中默念着变蝴蝶变蝴蝶变蝴蝶，然后再睁开眼。他摸了摸自己的胳膊，还是人类形态没有变化。贝利有些泄气地攥紧手指。希里尔有句话说得对，他连魔力的使用和控制都不会。他沉了沉心绪，仔细回忆起刚才的情况。他打开阁楼房的时候，踏进走廊的时候，还有进到丽莎梦境的时候，都不是蝴蝶形态，只有进到这间关着亚瑟拉的地下牢房，他的形态才不受控制的变化。想到这，红色瞳孔缓缓转向漆黑一片的身侧，这家伙一定知道。身旁的少年似乎感知到贝利的视线，你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一阵铁链的哗哗声响起，还没等少年牵住他的手，贝利率先一步握紧他。亚瑟拉，我决定原谅你拧断我脖子的事。贝利吸了一口气，将语气放得更温和。不过在此之前，你得教教我怎么控制魔力变成蝴蝶。少年安静了一瞬，当然控制魔力是件很容易的事。你看，话语间贝利感觉和亚瑟拉牵着的那只手，手心一片炙热，然后他就在黑暗中看到自己的心口亮起一片蓝绿色的光芒。他听见亚瑟拉说：记住这个感觉。贝利连忙闭上眼，集中精力。再次睁开眼时，他终于变成了蝴蝶。贝利立刻扇动翅膀，从银质牢笼的缝隙飞了出去。身后响起一阵铁链声，你要去哪里？少年在身后问。贝利没有时间回答，他扇动翅膀，循着记忆朝苏珊娜离开的那扇门飞去。他的周身泛着闪蓝绿色的光，稍微照亮了一小片区域。然后贝利在本该是一扇拱形门的位置，看到了一堵严丝合缝的墙。要不是转身转得及时，他一定会迎面撞上这堵墙。难道是方向错了？贝利不甘心地变换方向找了起来，一团蓝绿色的光沿着墙壁足足转了3圈，终于缓缓地又回到牢笼里。光芒消散，少女双腿一软跪倒着将少年压在身下，随后她撑起身体，语气带了些许愠恼的质问：门怎么不见了？
我不知道，朋友，我没有从这里出去过。被压在身下的少年有些慌张，他断断续续地说：“这家伙一定知道，是这家伙把门藏起来了。”贝利气得牙痒痒，索性双臂卸力，就这么压着他，把这家伙压死算了。他这样想，便不再吭声。被压住的少年闷哼一声，随后也没了声音。就当贝利开始怀疑亚瑟拉是不是真被他压死了时，一阵铁链声在耳边响起，冷如冰雕的指腹像不小心碰到似的，轻而柔地抚了抚他垂下的唇角。你想离开这里，还有另一个方法。贝利刷一下睁开红眸，什么办法？我教你。少年发出一声短暂而细微的低笑，但我需要从你那里拿走一样东西。我能有什么东西值得你拿走？贝利下意识撑起身子，稍微拉开自己与亚瑟拉之间的距离。他语气带着些许试探：如果你指的是灵魂的话。少年呼吸一顿，语气有些好笑地打断他的话：我指的不是这个。那是什么？难道是他的器官？毕竟在原书的描述中，亚瑟拉就是有喜欢挖眼掏心的独特癖好，所以如果他现在摘下虚伪的假面，说一句他想要巴塞洛摩的眼睛或是其他什么部位，也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贝利的眉头渐渐收紧，默默地坐直身子，不再压着亚瑟拉。黑暗的牢笼又陷入了片刻死寂，声音重新微弱。少年又补充一句：我想要的东西在你的阁楼房里。贝利微微一怔，随后开始在脑海中仔仔细细地回忆阁楼房内一切物品，除了一套当时面见国王陛下而穿上的华丽礼裙，还有一系列与之搭配的紫色、灰色和黑色的宝石首饰。除此之外，整间阁楼房没再有一件物品是他带来的。那些裙子首饰还被他随意卷了卷，收到柜子的角落里。难道亚瑟拉除了喜欢挖眼掏心，还有女装癖？想到这，贝利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所以是什么东西？他语气委婉地问。少年安静了片刻，他轻轻吸了一口气，带着嘴角上扬的语气：是你带给我的惊喜，是你带给我的令我无比意外的美味佳肴。贝利听得云里雾里，可以说完全听不明白，但又有些不放心。脑海里飞快闪过一些零碎的画面，他再次仔细回忆起阁楼房里的所有物件，从餐桌到床铺，从巨大的落地窗再到洗浴室，确认了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后，他才点了点头。好吧，我答应你。现在你可以说说如何离开这里了吧？黑暗中似乎响起一声心满意足的叹息，与之一同出现的是一阵哗哗作响的铁链声。好，那我们就开始了。他的话音还未落下，贝利忽然感觉肩膀一沉，少年的双手已经捧住他的脸，从双腕延伸而出的锁链搭在他的身上。按照我的只是一步一步来，他们的脸靠得很近，彼此的呼吸无序地缠绕着。贝利不禁停住呼吸，手心渗出细汗。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来。他微微一顿，随后缓缓地说：我不会伤害你的。放心。话音刚落，不等他反应过来，一阵冰凉的触感便落了下来，落在他的唇瓣上。他被吻住了。少年的吻很轻，像在亲吻一朵花的花瓣，但是这个吻很冷。贝利的思绪停滞了一瞬，从头顶到指尖都变得僵直，额角的青筋隐隐凸起。他像一只炸了毛的猫，整个人都要跳起来。撕了这亲吻算什么方法？但是没等他炸毛如梦魇一般的熟悉的窒息感再次涌了上来，眼前所见也和噩梦里一致，一片黑暗。少年冷唇张开，柔软的撬开他的齿背，带着一片森森的寒意一起侵袭而来。贝利本能的抗拒，他想后退，想抬手推开他，捧住他脸颊的那双手猝不及防的收紧，冰冷的手收紧，虽然微微发颤，但是力道惊人。贝利又想起那天被他拧断脖子的场景，他心惊胆战，胸腔随着呼吸的急促剧烈起伏。然后贝利尝到了一阵铁锈般的血腥味，他在将他的血喂给他。贝利的脑海中刚浮起这样的念头，就感觉脸上一青，唇分亚瑟拉松开了手，从脖颈向上，仿佛意犹未尽般抚过他的唇角，最后附在他的眼睛上。他听见亚瑟拉开口，语气轻缓地说：像刚才那样再感受一次。好。贝利清空杂乱的思绪，闭上眼，集中精力，感受着身体里流动的魔法，它们在他的血管里流窜，渐渐汇集在心口的位置。黑暗中，他感受到心口再次亮起闪蓝绿色的光芒，但这次的光芒不像刚才那样纯净而柔和，因为在光芒周围缓缓飘着几粒细小的黑点，那些黑点出现在闪蓝绿色光芒的周围，显得尤其突兀，像在梦幻的彩纸上灼出的伤痕，又像干涸了很久的血渍。察觉不对，贝利将注意力集中放在那些怪异的黑点上，然后他看见那些黑点忽然醒变，化作一根根黑色的细针，从各个方向刺进光芒中。与此同时，仿佛有千万根针一同扎进了心脏。贝利感觉心跳停了一瞬，然后像被捶打般剧烈刺痛起来，痛得他眼冒金星，牙齿发颤，猛吸一口凉气，忍住吃痛的惨叫。他攥紧手指，在心中从一开始数着数杆的，直到针扎般的疼痛渐渐退去，心脏跳动的节奏也逐渐趋于平稳。闪蓝绿色的光芒冗杂着一条条细如雨丝的黑雾，紧接着贝利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一股惊人的力量冲击，黑暗无光的地下牢笼在他眼中仿佛白昼一般清晰可见。他能在黑暗中清楚地看到墙上挂着一盏枯竭的油灯，两侧的墙上还挂着一排短的或长的刀具，看起来瘆人的沾着血迹的锤子，还有一些想象不出用途的工具。这些工具是用来对付谁的？是亚瑟拉吗？现在使用这股力量，将这里变成阁楼房。少年将头枕在他的肩上，语气再次变得微弱，甚至带了点讨好的意味。贝利睁开红眸，看见自己的周身有一片飘动的微光，他仔细看去，那片飘动的微光是一群飞舞着蓝绿色翅膀的闪蝶，与他变换蝴蝶形态时的一样。但是那群蝴蝶身上弥漫着一层薄薄的不祥的黑雾。贝利没有开口问，当那股惊人的魔力在他身体里流淌时，很多没有头绪的乱如毛线的谜团也自然而然解开，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飞舞
舞于周身的那群闪蝶上。他开始使用魔力，像是听到了他的召唤，闪蝶的数量一瞬间增加了数倍，然后飞舞着栖息在墙面，渐渐覆盖了整间牢房。细微的闪光填满了地下牢房，然后隐约形成一些熟悉的轮廓，轮廓由浅而深。闪蝶随着光芒的逐渐消散，四周变成了那间熟悉的阁楼房。但是锁住亚舍拉刻满了符咒的银质牢笼也跟着一起来到了阁楼房，将房内的桌椅和柜子挤成了碎块。少女眨眼间化作一片蝴蝶，飞到了牢笼外，在落地窗旁瞬间又变回人形，熔成带状的月亮洒下一片轻薄的光，像一层染了银粉的雾纱，披在少女绸缎般柔亮的银灰色长卷发上。宝石般幽红的眼眸静静望向上方，窗外的夜空仍是分布着几片扭曲的漩涡状星云，他们还在梦境世界中。正如贝利猜想的那样，梦境走廊由多个门连接，每扇门后是那个人的梦，当然也有现实房间。巴塞洛谋在睡梦中开启梦境走廊后，就能通过走廊里的门穿梭于梦和现实中。至于涵盖的范围他还不清楚，按门的数量来看应该是不小的。思索间，贝利抬起手，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缓缓停在他指尖，仔细看去，笼罩在蝴蝶身上那层蓝绿色的光变得更微弱。不仅如此，原本弥漫在蝴蝶周围的黑雾也基本消失，亚舍拉给他的魔力几乎用尽了，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去找图书楼3层的门才行。想到这，亚舍拉，贝利看着指尖的蝴蝶，语气有些急地说：“阁楼房的哪件物品是你想要的？请快些告诉我吧，我还有事没完成。”忽然，一声细小而尖锐的哀鸣声在他身后响起，使得还未说完的话戛然而止。指尖的蝴蝶像受到惊吓般翅膀一颤，快速飞远。贝利惊诧地转身看去，目光从落地窗外漩涡状的夜空快速移回到牢笼内的亚舍拉身上。瘦削的盲眼少年不见了，此时此刻替代他出现在牢笼里的是头上长着一对扭曲黑羊角的男人。一缕缕黑雾在身体周围缭绕，他正仰面躺在笼子里，高高抬起的右手紧抓着一个简易的红色晴天娃娃。刺耳的哀鸣声从他指缝中传出，仅有拳头大小的晴天娃娃在男人指节用力收紧而挤压变形后，竟然喷涌着流出大量鲜红的血液。他仰着头，张开嘴，像喝葡萄酒一样大口大口地喝着血液，脸上浮起享受的神情。鲜血源源不断，他一次次的吞咽，喉结上下滚动着，鲜血沿着线条优美的唇角向下流淌，染红了他的下巴和颈项，以及重新长出来的如星光倾泻一般铺满隆比的银发。这一幕血腥且黑暗，带着一点诡谲的美感。贝利站在原地，怔怔地看着那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还有他头上那对微微扭曲的黑色羊角。这是第2次见面了，上一次见到亚舍拉这样的形态时，没到1分钟他就被拧断了脖子。贝利下意识抚了抚颈项，然后默默向后退了半步。男人忽然转过头，空洞的金眸仰视着看向他。我已经拿到了。那片黑雾中，男人发出了声音，那个声音和亚舍拉原来清澈绵弱且结巴的少年音不同，是一个厚重而暗哑的男声。虽然没经过我的准许，私自消化了一个。扬起的沾着血的唇角缓缓地拉平，男人脸上的表情阴冷了瞬间，下一秒嘴角又重新牵起心满意足的弧度。但看在你将食物做的这般方便食用的份上，我决定饶你一回。将手中干瘪的晴天娃娃丢在一旁，男人又从身旁拿起剩下2个红色晴天娃娃一起。很快，2道尖利的哀鸣声夹着骨头碎裂的咔嚓声从男人指缝传出来，喉咙发出一声短暂的低响。他再次喝起来，铁锈般的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那些原本弥漫在男人周围的黑雾似乎在随着喝下的鲜血而变得浓重。贝利听着他的话，觉得心惊，也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他手中的晴天娃娃贝利没什么印象，他甚至不记得这些晴天娃娃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阁楼房中的，但是那醒目的红色又让贝利忍不住将他们与圣教院失踪的红衣主教联系在一起。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些娃娃难道是人？这个吗？听到他的话，男人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他站起身来，缓缓抬起手。贝利看到从他双腕延伸出来的被黑雾缠绕的锁链，轻而易举地断裂成好几段，叮叮当当地落在地上。指尖一滑，桎梏男人的银质牢笼似乎变得像纸张一样脆弱，弯折开一道口子，在他漂浮着离开的一瞬间，破裂成一地的碎屑。还未缓过神来时，一道阴影倾扑而下，男人不知何时瞬移到了落地窗旁，苍白的如雕塑完美精致的脸凑近，金眸空洞地看着他，窒息的压迫感瞬间袭来。贝利红眸一颤，下意识后退，脊背刚贴上落地窗，男人便朝他伸出手，指尖还是一如既往的冷。他慢条斯理地抚着停在贝利锁骨上的那只闪蝶，暗哑的嗓音语调低缓：“这不重要，亲爱的小蝴蝶，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刚才说还有事没完成，但是你的时间好像不多了。”锁骨处的闪蝶扇动翅膀，发出一阵急促而细小的振翅声，仿佛是对他充满戒备。冰冷的指尖按住闪蝶躁动不安的2片翅膀，他将它拿了起来。毕竟这样庞大的梦魇可不是随时都能开启的。至于我，无需为我担忧，美味的东西我必须要慢慢品尝。说到这，他嘴角微微一挑，露出一抹笑，像在地狱里盛开到近乎衰败的黑曼陀罗。他将手里的闪蝶重新放飞，亲爱的小蝴蝶，再去找一找吧，或许能找到新的美味。